嗨，我是小迷。这一集我一个人没有开车，走访了几间美英的咖啡、甜品和面包店，每一间都很喜欢。不过在出发之前，我得先解决我的针眼问题，所以我打算走10分钟去附近的药妆店买眼药水。因为长了太多次针眼了，所以我一直都记得针眼的日文叫做 monomorai。看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很大间的药妆店。买了这2款。好红哦！哇！地上都是枫叶。这间咖啡店叫咖啡优姆，距离我的旅店走路只要6分钟。从整个建筑外观到内装，我都非常喜欢。全是木头桌椅，有卖一些小杂货跟衣服。里面很温馨，也很安静。我点了一杯期间限定的热柚子姜茶，觉得在冷冷的天喝姜茶超级幸福。看网络上的评论，很多人都点焗烤咖喱，所以我也点了一份试试看。这个咖喱真的让我非常震惊，不知道是因为外面太冷了，还是旅游的滤镜。我觉得这个咖喱真的非常好吃。焗烤的下层有满满的蔬菜跟咖喱碎肉，非常下饭。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很爱吃咖喱，觉得咖喱不就那样吗？但是来到北海道之后，先是被札幌的汤咖喱惊艳到，来美英又被吓到一次。我觉得焗烤加咖喱再加蔬菜这个组合真的太赞了，而且北海道的蔬菜又非常的鲜甜。我还以为这只是一间可爱温馨的小咖啡店，结果竟然连食物都很有水准。旁边的沙拉也不容小觑，就只是简单的生菜搭配微微咸味的醋。我以前超讨厌吃红萝卜，但这里的红萝卜非常的甜，我整个吃光。来到这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不是不喜欢吃咖喱，我只是没有吃过真正合我胃口的咖喱。而旅行就是这样，当你经历的越多，就会发现有些事情、有些地方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但有些事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。接触的越多，不只更了解这个世界，也更了解自己。好安静哦。美英有一间还蛮有名的甜品店，叫做 Ferme Latte， 这应该是法文来的吧。那这间北海道美英的甜品品牌呢，主要是使用美英产的小麦牛乳，还有北海道的奶油和起司。总店非常大，外面就是很辽阔的庭园和田园风景。店面不只是贩售面包跟甜点，还有附设餐厅。可以在像童话一样的风景里用餐。那他们最有名的伴手礼是奶油起司夹心饼，在机场也有分店。
不过在机场就只能买到一些招牌，像是奶油起司夹心这类的商品，总店有多很多选择。那我也买了一些面包，还有蜂蜜夹心饼干。然后分享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在结账的时候，还有去用餐的时候，店员啊都会小小跟我聊几句，就会问我说：“哎，这是你的相机吗？你是喜欢拍照吗？”之类的。我还蛮意外的，因为在日本其实去餐厅，店员不太会主动跟你搭话，就觉得哎，美英好像真的比较有人情味。ランチ全部で5つのコースございまして、こちらの3つと季節限定のこちらのお2つです。はい。コースドリンクついているのでこちらからお選び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コーヒーと紅茶と美瑛のジャージー牛乳、季節のドリンクのホットレモネードです。旁边的餐厅真的很漂亮，很温馨。那我选的是鸡肉主餐，还有提供店内烘焙的面包以及当地的泽西牛奶。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适合家人或是情侣来聚餐，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跟我一样一个人来吃饭的。吃饭吃到一半，外面就突然下起大雪，哇！觉得一边看着雪景，然后一边很惬意的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吃饭，真的很幸福。What is hiding in those weak and drunken hearts? Guess he kissed the girls and made them cry, those hard-faced queens of misadventure. God knows what is hiding in those weak and sunken eyes. Fiery throngs of muted angels giving love began. 现在这个雨跟雪有小一点，所以我想要直接从这里散步回我的住宿，差不多要40分钟。现在超级冷，可是因为我刚刚吃太饱了，所以我想要消化一下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人生。还好我有带雨鞋来北海道。我们走吧。在回旅店的路上，原本天气还蛮好的，结果突然就开始下起雪，而且越下越大，路上也慢慢的开始积雪。北海道的路很宽，店家之间的距离也都很分散，整个马路上都没有人，也没有店面，我就觉得有点担心，因为我还要走至少30分钟才能到我的旅店，但是现在雪真的非常大。
我看到前面有一间小木屋，想说看能不能进去避雪一下。哇！ Mr. Snowman, come home with me. I can make you a warm cup of peppermint tea. But I know that this might be a silly dream. 'Cause in time you will melt away. Maybe I was never meant to be loved. If I can even give a warm touch, maybe I am just a little bit too much, but I could really use a warm hug. Mr. Snowman, 刚才那个店员看到我一个人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是走路吗？”他说现在外面很危险。他说他现在开车载我去我的住宿。 人也太好了吧！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仕事のためというか、あそこのパン屋さんを経営している。 那位店员说他是从仙台来的，我就问他为什么想要来北海道工作。他说其实是因为他很喜欢一间民宿，那间民宿跟这个面包店是同一位经营者，所以他会同时在这2个地方工作。那间民宿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曾经非常的想去，但是因为那个民宿规定说至少要2人入住，所以单身的我就只能放弃。 不过我想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回来这里买面包，然后去那间民宿。希望到时候还可以再亲口跟他说声谢谢。原本说好要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人生的，结果突然发生了这个小插曲，就让我有了一些感悟。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帮助人这件事就很有意义。 我很感谢那位店员的帮助，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，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，愿意主动伸出手。我们帮助别人，也被别人帮助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，形成一个正向利己利他的循环。我想这大概是身为人类最可贵的地方。而从小到大，接受了无数的帮助，才能平安长大的我。 唯一能回报世界的方式，就是在未来尽我所能的帮助更多人，然后健康快乐的活下去。我被载回来了，哦。 店员真的是人太好的，我头发好好笑。哇！我现在去买一点热的饮料，然后就回去休息。真的是太感谢刚刚的店员了。还好没有在路上，可能会冻死。 I'd be cold as a stone for me.